美国新一代弹道导弹核潜艇铺设龙骨，水下核威慑力量的差距还是要通过数量来弥补。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上个周末呢，美国最新的哥伦比亚级弹道导弹核潜艇首艇哥伦比亚号进行了铺设龙骨的仪式。按照计划，哥伦比亚级弹道导弹核潜艇将要从2027年开始逐步取代现在的14艘俄亥俄级弹道导弹核潜艇。到了2031年，第一艘哥伦比亚级要形成战斗力，开始战斗值班。哥伦比亚级呢，长度是560英尺，也就是170米左右，排水量是20810吨，将成为美国有史以来建造的最大的核潜艇。每艘呢配备了16个弹道导弹发射管，计划生产12艘，那么加起来就是能够携带将近200枚洲际弹道导弹。而原来呢，14艘俄亥俄级核潜艇每艘带24枚洲际导弹，那么相比之下，数量上看啊，美国换艇之后，导弹数量是大幅度减少了。这个呢是符合了美俄之间削减战略核武器的协议要求。但是美国在水下力量方面，即使削减了，也仍然保持了巨大的数量和质量优势。从性能来看，哥伦比亚级使用了弗吉尼亚级上已经验证过的成熟技术，比如自循环反应堆比较安静，另外声纳系统、武器系统也都是弗吉尼亚上的成熟技术。而且呢，哥伦比亚级要率先使用全电推进，那么这些个装备配备起来，安静性应该是很不错的。对手如果想在战前保持对哥伦比亚级的跟踪，那就需要性能远超过美国海狼级、弗吉尼亚级这样的攻击核潜艇。但是以俄罗斯目前的造船能力来看，好像不太容易做到。另外呢，我们还要考虑一件事儿：随着新的弹道导弹核潜艇逐渐服役，美国人现有这些俄亥俄级会不会不用全部退役呢？有没有可能选择一部分状态比较好的，和最老的4艘俄亥俄级一样，改装成巡航导弹核潜艇？那美国水下力量的常规威慑能力就加倍放大了，而且实战中使用常规弹头的巡航导弹受的制约比较少，现实威胁反而更大了。那么相比之下，目前俄罗斯最强的北风之神级弹道导弹核潜艇只有6艘。第一艘北风之神从80年代初开始设计，到下水用了将近30年，就是当年缺钱闹的。俄罗斯后续新一代弹道导弹核潜艇研制生产能否顺利，就要看俄罗斯以后的发展情况。中国呢，比俄罗斯更需要担心这些问题，因为目前低岛链限制，我们的弹道导弹核潜艇活动范围是并不宽广的。美军的攻击核潜艇还在我们的南海、东海经常出没，试图跟踪中国的弹道导弹核潜艇，这是严重威胁了中国战略核反击能力的安全性。对我们来说，一方面我们应该通过解决台湾问题，打破岛链，让中国弹道导弹核潜艇可以更加便利地进入太平洋。另一方面，我们也确实需要在弹道导弹核潜艇的数量、质量上迈一个台阶了。首先看数量，我们暂时呢是用不着追求一艘核潜艇带多少东风发射管，倒是应该考虑用更多的弹道导弹核潜艇，让对手难以全部追踪。比如说，2艘各自携带12枚导弹的核潜艇，就比1艘携带24枚导弹的核潜艇更难对付。这是把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可以确保核反击能力的生存性。核力量对比，有的时候就是比较遭遇第一波袭击之后幸存的数量谁有多少。当然，除了数量，未来中国的造船能力和潜艇的性能也要赶上去。我们现在需要补的课是不少的。我们最近呢，在核潜艇的降噪、全电推进、鱼雷、声纳等方面都已经接近了最先进的水平，连鱼雷发射管都要使用电磁发射了。我们的弹道导弹性能呢，当然是可以通过高超音速技术大幅度提高突防能力，但是要把这些技术都整合在一个完整的大系统里边，还是需要丰富的工程经验，对我们又是一个考验了。好，关于美国水下核力量的发展和威胁，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聊。